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官方媒体首播，赵今麦为大勋主演《不可替代品》震撼来袭，值得期待新剧。职场上最大的错觉是什么？就是觉得自己在这个公司无可替代。别闹了，老板换你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但偏偏央视4月份要播部新剧，名字就叫《无可替代》。赵今麦和魏大勋演的。记得以前看综艺《潮流合伙人》，魏大勋跟个大傻子似的跟在赵今麦屁股后面，一口一个妹妹叫着。那时候赵今麦还小，水灵灵的，脾气好的不行，耐着性子教魏大勋怎么卖货拉客。谁能想到几年过去，这俩人摇身一变，在职场剧里玩起相爱相杀了。这反差有点意思。这部剧讲的是咨询行业，听着高大上，出入高档写字楼，其实里面的水深得很，说白了就是个高智商的绞肉机。赵今麦演的女主徐迟是个典型的三无毕业生，没名校光环，没家庭背景，没行业资源，但她有个执念，就是死活要在公司里变成那个无可替代的人。这姑娘为什么这么轴？剧里给的设定挺狠，他妈当年离婚后受不了刺激，直接自杀了。这种原生家庭砸下来的阴影，逼着她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：人一旦没了价值，被人随便替代了，下场就是死路一条。她把职场当成了保命的战场，凭着这股子不要命的狠劲，他硬是挤进了顶尖咨询公司。刚进去啥待遇？跟你我当年刚进社会一模一样，替老员工背黑锅，被难伺候的客户指着鼻子骂，每天听上司画那些永远吃不到的大饼，加班加到凌晨2、3点是常态，哪天要是按时下班了，他自己心里都得发毛，实在憋屈的受不了，躲进洗手间偷偷掉2滴眼泪，洗把脸出来继续对着电脑敲键盘。这就是真实打工人的命。这时候魏大勋演的男主叶信之出场了，公司合伙人，西装革履，做事滴水不漏。外人看他风光无限，其实他也是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油条。刚入行的时候被上面的人坑过，差点卷铺盖走人，硬生生咽下血水熬到了今天。他心里一直憋着火，就等着有机会把当年搞他的人全踩死。叶信之盯上了徐迟，不是因为什么一见钟情这种瞎扯淡的理由，是因为他看中了这姑娘身上的狼性，够拼，够狠，够机灵。他的复仇棋局里正好缺这么一把快刀。他把徐迟调到自己手底下，名义上是带新人，实际上是拿他当枪使。现实的职场哪有那么多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戏码，多的是这种高位者的算计。你以为老板提携你是因为你骨骼清奇？别傻了，是因为你好用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叶信之也没把事做绝，他利用徐迟，但也真金白银的教他东西，怎么跟难缠的客户周旋，怎么看破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，怎么在绝境里翻盘。他把职场上那些见不得光的潜规则掰开了揉碎了喂给他。徐迟傻吗？他精明着呢。他心里明镜似的，知道自己是叶信之手里的一颗棋子，但当棋子总比当弃子强。在这个吃人的公司里，叶信之就是他往上爬最好的梯子。跟着他能学到别人捂着不教的真本事，能用最快的速度站稳脚跟。挨骂算什么？被利用算什么？只要能把本事藏在自己身上，他全忍了。这才是高级的职场生存法则。成年人的世界，互相利用才是最稳固的关系。你不怕被人利用，就怕你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。
当然了，孤男寡女天天泡在一起加班，一个外冷内热，一个坚韧不拔，处着处着肯定得出点真感情。徐迟摸透了叶信之冷酷面具底下的软肋，叶信之也渐渐舍不得再把这把刀往最危险的地方捅。眼看着叶信之的复仇计划要成了，徐迟也快熬成公司不可或缺的高管了。这时候意外来了，叶信之突然翻车，计划全盘崩盘，自身难保。而徐迟呢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得到了一个直接升入高层，彻底实现自己不可替代梦想的机会。一边是自己咬牙切齿拼了这么多年才摸到的位置，一边是平时利用自己但又真交了本事，甚至动了真心的男人。这剧情设定确实有点嚼头。这剧的班底也稳，导演陈明章当年拍的《遇见王沥川》赚了多少人的眼泪，节奏把控没得说。编剧张威写职场大女主也是一把好手，杜拉拉升职记的底子在那摆着，再加上周琦、白冰、胡一璇这帮人兜底，央视和优酷双平台播出，质感错不了。其实回过头来看看剧名无可替代，挺讽刺的。咱们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谁不明白个理儿？越是大的公司，越不需要无可替代的人。你要是真的无可替代了，老板第一个要干掉的就是你，因为你威胁到了系统的安全。真正的职场高手是让自己看起来很有价值，但随时能抽身而退。剧里徐迟最后到底会选坚持了多年的高管梦想，还是选那个陷入泥潭的男人？那是编剧的安排。或许这部剧最终想传达的，并不是如何成为不可替代，而是如何在不断被替代的可能中，依然保持自我，掌握选择权。当剧情走向终点，徐迟的选择固然重要，但更值得思考的是观众自身的答案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或许很少面临如此戏剧化的抉择，但在无数细微的时刻，我们都在进行类似的权衡，是优先保障自身利益，还是为某段关系承担风险？是继续向上攀爬，还是停下来审视方向？也许正如剧中所隐含的那样，真正的安全感并不来自不可替代，而来自于无论身处何种位置，你都拥有重新开始的能力，以及做出选择的自由。